Xperia One 可说是 Sony Mobile 整合旗下各项资源，并且大步迈进的一代机种。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支追求极致手感的旗舰机种，那你千万不能错过既是 Xperia One 大师级手机各项优势于一身的 Sony Xperia 5。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Sony Xperia 5依旧继承了经典的方正设计 ID， 并且拥有非常轻薄好握的机身尺寸，也可以说是今年少数追求手感的旗舰机种。同时，既然都说到手感，邦尼也想先跟大家聊聊针对尺寸选择，大家最常来问邦尼团队的几个问题。首先，非常多人问到，现在手机为什么越来越大，动辄就是6寸、6.5寸，以前拿5.5寸的手机就觉得很大了，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先从手机的握持体验来说，手机好不好握，最大的重点其实不在于寸数，而是在于宽度。所以在配重、厚度都合理的状况下，只要宽度不要过厚过胖，你都能一手掌握。所以如果以6寸的手机来说，以前的16:9萤幕，6寸手机萤幕宽度大约是7.5公分，而随着比例拉到了21:9，6寸的手机萤幕宽度只有6公分左右，甚至比以前的5寸手机萤幕还要再窄一些。对了，别忘了现在的手机边框跟当年相比可是越来越窄，所以如果是在意手感的玩家，选购时再也不能只看寸数，可以多留意实际的机身宽度，大约在7公分左右甚至以内的机种都能够有非常好的单手握持手感。以 Xperia 5来说，搭载的是6.1寸的萤幕大小，采用21:9的萤幕，在宽度上就只有6.8公分，也让 Xperia 5成为今年握持体验前段班的旗舰机种。邦尼相信，如果你也是小手族，或是追求握持体验的使用者，到现场实际握过后 ，Xperia 5的手感会让你相当满意。而在外观设计上，邦尼真的不得不佩服 Sony 在玩色上真的很有一套。我们手上的 Xperia 5离光蓝版本，随着各种角度的变换，能够呈现出多变的各种蓝色机身，再搭配上类似镜面的效果，都能看到 Xperia 5的成色工艺依旧非常成熟，拿在手上不仅时尚，更显得利落许多。同时不过于花俏的成色，也让 Xperia 5更内敛一些。接着，邦尼也来说说跟 Xperia One 在设计上的差别吧。首先，当然就是 Xperia 5在机身尺寸上少了一些，细节上在背面的玻璃背盖部分，因为 Xperia One 在尺寸上大了一些，所以在玻璃背盖边缘 ，Sony 采用了曲面收边设计，达成更好的手感。而 Xperia 5因为天生手感良好，自然可以采用曲度更小的背盖，让 Xperia 5的机身背面达成几乎平面。在外观上比较大的差异，则是 Xperia 5的镜头放到了左上角。盒装配件部分 ，Xperia 5拥有 UCH32 18瓦 USB PD 快充组、3.5mm 耳机，以及越来越少随附的 Type C 转 3.5mm 转接线材。只是这次没有随附保护壳，稍微可惜。不过在首购活动上，就直接送真无线开放式蓝牙耳机 Xperia Ear Duo， 也算蛮佛的啦。机身配置上，顶部有麦克风，左侧有隐藏天线，以及 Sony 优良的免卡针 SIM 卡槽，采用3选2的双 SIM 双4G 或 SIM 加 Micro SD 扩充的设计。左侧没有任何按键，按键一样集中在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隐藏天线、音量按键、侧边实体指纹辨识器、电源按键，以及 Sony 依旧保留的实体拍照键。底部有双喇叭直译的底部扬声器、Type C 接孔以及麦克风。整体来说 ，Xperia 5除了拥有让你爱不释手的良好手感之外，也再一次见证 Sony 在成色上确实相当成熟，而且独树一格。在相机上 ，Xperia 5几乎继承了 Xperia One 的良好拍摄体验，采用了几乎一致的3镜头配置，由上到下分别是 f2.4 1200万画素、等效 52mm 2倍长焦镜头，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可以启动 OIS 加 EIS 混合防手震。接着是 f1.6 1200万画素、等效 26mm 主镜头，一样拥有 OIS， 以及最后的 f2.4 1200万画素、16mm 广角镜头。同样搭载 Beyond X for Mobile 影像处理技术以及 RAW 档降噪。
最重要的是 Xperia 5几乎继承了 Xperia One 上所有功能。Xperia 5一样搭载以前只有相机拥有，但今年正是在 Xperia 旗舰机种出现的 Eye Auto Focus 人眼追踪对焦技术，也就是说 Xperia 5一样可以达成人眼追踪对焦下10 FPS 每秒10张快速连拍，不过却比 Xperia One 更进化到了每秒30次的重新对焦及曝光计算，有了更快的对焦及曝光测定后 ，Xperia 5在连拍状况下，每一张照片除了对焦更准确之外，也能够有更好的曝光设定。可以看到，在 Xperia 5的人眼追踪对焦启动速度上非常快，基本上只要侦测到人脸以及眼睛，就会马上出现锁定眼睛的绿色框框，不论是左右移动或是前后走动，甚至戴上了墨镜，都可以及时锁定人眼进行快速对焦。而在相机实拍上，帮你找来今年各项表现都相当均衡的 iPhone 11 Pro 跟 Xperia 5进行对比。首先，我们来看主镜头，可以看到 Xperia 5跟 iPhone 11 Pro 在调教风格上都维持了更自然真实的色彩调教。画面风格上 ，Xperia 5更接近肉眼所见，在细节保留上也有不错的表现。不过 iPhone 11 Pro 则是加强了建筑物的明暗细节，在整体风格上会更为立体。接着我们看到2倍望远镜头的样张。接着再看超广角镜头，其实不难发现 ，Xperia 5跟 iPhone 11 Pro 两者在望远镜头以及超广角镜头间的成像表现上，跟主镜头调教方向几乎一致。我们看回 Xperia 5 3颗镜头的样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都更为相近。其实从 Xperia One 开始，邦尼当时就跟大家说 ，Xperia One 是邦尼测过所有机种当中3颗镜头调教最相近的机种，而 Xperia 5也继承下了这个细节，不会有3颗镜头3个世界的状况发生。我们再来看一组 Xperia 5 3颗镜头所拍摄的样张，可以看到在3镜头的调教上，依旧是比较接近的风格。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邦尼想透过接下来这组样张来跟大家聊聊，在今年 Xperia 机种上比较特别的 HDR 启动问题。这组样张是针对太阳的大背光逆光场景。首先，我们看到 iPhone 11 Pro 在启动 HDR 后，放大来看，依旧会有 HDR 合成后的细节损失。放回整体，容易产生一种画面变淡的朦胧感，尤其在大面积的背光场景中会更为明显。接着看回来 Xperia 5，以结果来说 ，Xperia 5会更接近太阳即将西下的逆光场景。不过最特别的是 Xperia 5在面对大背光逆光场景时，在 HDR 启用上会更加保守一些。邦尼猜测，主要还是为了保留更多的画面细节所做的选择，所以在大多的状况下，会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张。不过若是触发了 HDR， 结果就大大不同。我们来看这组样张，没错，最特别的就是一样是在自动模式，在多按几张后，只要 Xperia 5成功启用 HDR， 就可以得到一张同时保留画面细节，并且 HDR 效果非常好的照片。不过在 Xperia 5上，帮你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白平衡真的很稳，尤其在绿叶搭配红花这种容易造成白平衡不稳的场景当中，可以看到 Xperia 5在白平衡表现上依旧相当稳定。接着将主体设定成大面积红花时，可以看到 iPhone 11 Pro 明显已经产生色偏 ，Xperia 5依旧屹立不摇，白平衡稳稳的。接下来几组样张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一致结果。而在超广角镜头表现上，我们放大来看左下角的草丛细节，再看到后方的101细节表现，都可以看到 Xperia 5几乎是完全胜出。在超广角镜头的表现还是水准之上 ，HDR 表现在大部分的场景当中 ，Xperia 5会更有优势一些。不过若是换到超级大背光场景当中 ，iPhone 11 Pro 的 HDR 算法则会更优势一些。接着我们来看 Xperia 5的夜拍表现，第一组样张一样还是稍早提到的 HDR 启动频率问题。如果是没有启动 HDR， 大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不过若是成功触发 HDR， 就可以得到一张不论是在整体的 HDR 表现，或是明暗细节保留都更为优势的照片。尤其我们放大来看右上的天空，可以看到 Xperia 5在 RAW 档降噪的加持下，拥有非常良好的纯净度表现。接着来看前景的树枝细节，以及左下角的暗部细节，可以看到 Xperia 5在夜拍的细节保留上还是相当强势。接下来这组样张，我们放大来看天空部分，一样可以得到 Xperia 5在加入了 RAW 档降噪后，在天空暗处的纯净度表现以及夜间噪点控制上，都会来得更稳定强势一些。而在超广角夜拍上，我们先来看第一组样张，相信邦尼不用多说 ，Xperia 5跟 iPhone 11 Pro 差距相当明显。以拍得到再论拍得好的思路来看 ，Xperia 5还是更为优势。我们放大来看前景树枝细节表现 ，Xperia 5在细节保留上还是相当不错。我们再来看一组超广角夜拍，先看整体画面表现。
接着放大来看，相信邦尼不用多说，结果还是相当明显。接下来几组样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结果。整体来说 ，Xperia 5的拍照表现跟 Xperia One 一样，都有非常稳定的3镜头表现，在成像风格上更为一致，不会有3颗镜头、3个世界的状况发生，并且在白平衡上有相当稳定的表现。而在夜拍表现上，有 RAW 档降噪的加持，在画面纯净度上确实有了不少提升。如果说有什么还可以再进化的地方，或许就是可以再强化 HDR 的启动算法。Xperia 的 HDR 效果虽然不是特别激进的调教风格，但在大部分场景下，只要成功启用，实际上都会有更好的明暗细节表现。不过整体而言 ，Xperia 5在日常拍照效果上依旧能有非常不错的实际体验。而在今年 ，Sony Xperia 机种主打的专业录影工具 Cinema Pro 在 Xperia 5上也有。这款由 Sony Mobile 跟自家专业影像设备团队 Cinelta 所开发出的录影界面 Cinema Pro， 除了在 Xperia 5一样拥有之外，更是再次进化，并且针对专业用户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正，也提供了许多针对刚入门摄影的一般使用者，加入许多功能，让大家更好上手。首先，在界面上，相较起旧版的 Cinema Pro， 新版能够随时重新开启旧专案，并且依照原先的专案设定持续拍摄。而在白平衡上，除了一样可以开启自动白平衡之外，还加入了锁定白平衡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在同一个影片当中，如果白平衡在同一个片段内不断变换，一下偏冷，一下偏暖，在效果上绝对会大打折扣。最后是邦尼觉得最赞的功能 ，Cinema Pro 除了一样可以手动调焦外，在对焦上也加入了全新的自动对焦模式。你可以轻易的设定 A、B 两点，并且设定变换的速度，就可以轻易的创造出失焦到对焦的滑顺调焦过程。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右边的上下按钮手动调整。简单来说 ，Cinema Pro 的全新对焦功能，除了可以让你自由的调整对焦外，更可以让整个过程相当滑顺而且自然。对于界面来说，虽然只是一个细微的功能差异，但对于邦尼团队或是影像创作者来说，光是镜头呈现的方式选择就多了好几个。也能看到 Sony Mobile 在 Cinema Pro 上，除了达成专业需求外，也不断进化，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够更轻易入门。当然，也欢迎大家参考邦尼团队在 Xperia One 推出时，透过内建的 Cinema Pro 所拍出的小短片，在上次影片发出后，除了得到不少正面回响，也让大家见识到 Sony Xperia 在录影上确实相当优势。这次邦尼也再提供一次完整的 4K 版本，让大家细细欣赏啦。当然，如果你手上已经是 Xperia One 的使用者，邦尼前面提到的所有功能，包括全新的 Cinema Pro 以及 iAuto Focus 人眼追踪对焦 ，Sony Mobile 也相当佛心，已经确认会陆续更新到大家的 Xperia One 上咯。影音娱乐部分 ，Sony Xperia 5搭载 Full HD Plus 6.1寸21:9 Cinema Wide OLED 萤幕，并且支援 HDR 显示效果。在实际显示效果上，虽然 Xperia 5不及 Xperia One 高达 4K 的解析，但在像素密度以及实际显示效果上，依旧是同级中的前段班。并且也提供了在 Xperia One 上首次搭载的导演模式，也就是说 ，Xperia 5一样可以依照喜好自由选择采用 Sony Bravia 电视科技所带来的 X1 for Mobile 影像技术，或是参考自家专业调色萤幕 Master Monitor， 并且跟 Cinelta 合作推出的导演模式。在导演模式下 ，Xperia 5能够支援 BD2020 的色域以及10bit 的色深。简单来说，透过导演模式，可以有更宽广的色域范围、更平顺的色彩显示，以及良好的 HDR 影像播放之外，你更能看到电影拍摄时导演想呈现的更多影片细节。以实际体验来看，在标准模式下 ，Xperia 5能够提供相当饱和的显色，在效果上也相当通透自然，依旧维持 Sony Xperia 在荧幕上的良好体验。而在导演模式下，观看各式专业影像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明暗对比细节，在影像的动态对比表现上也会来得更为优势。
此外 ，Xperia 5也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功能，可以将时间通知常时的显示在荧幕上。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将任何图片同时显示在 Always On 当中。顺带一提，内建的 Sony Eyeball 机器狗狗真的超级可爱哦。而在音效体验上 ，Xperia 5依旧搭载双喇叭设计，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而在各种 Sony 自家的音效技术 ，Xperia 5也都有搭载了 DSEE-HX 音效还原技术。无线连接方面 ，Xperia 5一样支援自家 LDAC 以及 Qualcomm aptX HD。帮你以下也提供一段实录外放音效供大家参考喽。效能续航方面 ，Sony Xperia 5搭载旗舰级 Qualcomm Snapdragon 857纳米 SoC， 搭配6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 ROM， 在AnTuTu跑分 V7 当中拿下361961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多详细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xbony.com 上浏览到完整内容。简单来说 ，Xperia 5在效能上就是旗舰性能，玩大部分手游没有任何问题。续航上 ，Xperia 5采用3140毫安时的电池，在帮你80%到20%续航力测试中拿下了12小时57分，表现可以说是近期在续航力上帮你测过最强的 Xperia 机种。而在实际体验上，一天一充也没有太大问题。而在游戏增强器上 ，Xperia 5也提供了全新的版本，包括原先打开游戏增强器后，只能选择让图形的图示悬浮在荧幕上，现在也新增了隐藏的彩色下拉列选单可供选择。此外，游戏增强器也加入了每秒20张的游戏画面截取，除了以往的单张截图跟荧幕录影外，也多了一个选择。比较特别的是，新增的声音转换器搭配上先前推出的前镜头录制功能，在 Xperia 5上，除了可以透过前镜头录下自己的画面之外，也可以及时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此外，也能够设定隐藏来电通知等等。而在系统体验上 ，Xperia 5已经全面将输入法更换为 Google 输入法。对于已经习惯 Google 输入法的邦尼来说，在使用上会更顺畅一些，预设词汇也会更为准确。此外，在通讯性能上 ，Xperia 5支援最高5CA 以及 NFC， 能够提供 Google Pay 感应支付。Sony Xperia 5作为 Sony Mobile 2019下半年的旗舰定位机种，在各项表现及功能基本上继承了 Xperia 1所有优势。作为超旗舰定位的 Xperia 1，透过整合 Sony 旗下各项资源，包括专业影像设备团队 Cinelta 所支援的 Cinema Pro 以及导演模式，Sony Alpha 相机部门所提出的人眼追踪对焦技术等等，都提供了更优异实用的摄影以及影音娱乐体验。确实，在今年上半年让邦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旗舰定位的 Xperia 5，除了在采用的荧幕跟 Xperia 1有比较大的差异之外，基本上 Xperia 5几乎拥有跟 Xperia 1更接近的使用体验，一样采用 Snapdragon 85 SoC， 拥有旗舰级的效能体验。一样采用3镜头相机模组，但 Cinema Pro 以及人眼追踪对焦功能都更加进化。荧幕上 Xperia 5采用21:9 Cinema Wide 6.1寸 Full HD Plus 荧幕，不论在显示效果或是额外提供的标准模式以及导演模式，都让 Xperia 5的荧幕依旧是同级中表现相当优势的机种。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正在寻找拥有极致手感的旗舰机种，那你千万不能错过 Xperia 5啦！最后，邦尼也会在资讯栏跟置顶留言持续更新 Xperia 5最新优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参考看看喽。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Xperia 5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Okay.